喂，我到了，在楼下。杰克，你上来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。怎么了？门上被人泼了油漆，红的，写着骂人的话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屋里，我没敢在走廊等，灯一亮看到那个，我就进屋了。杰克，是谁干的？你先别出来，我马上到。吓着了。我还好，没被吓着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报警，又怕是你生意上的人，拿不准。你没报警是对的。你知道是谁？马小军。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们对他一直很好，8年了，你每年都给他涨工资，过年还给他爸拿茅台，年会上当着所有人说他是你信得过的人，居然他在我们家门上喷油漆。你上次跟我说他变了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一个人对你好8年，可能不是因为他把你当兄弟，可能是因为你给他2万块1个月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？从你第一次带他来家里吃饭，他坐在饭桌上，一口一个沃总，帮你盛汤、递纸巾，走的时候把拖鞋摆正太周到了，周到的不像来做客的，像来上班的。杰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8年，你有没有1秒钟想过他可能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？他打电话来了。嫂子，小马，门上的油漆，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弄成这样，但这4万是我跟了他8年，该拿的。小马，你以前来我家吃饭，我帮你盛过汤，过年你给我们送过土特产，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，你现在打电话来，是要威胁我？嫂子，你是明白人，你跟他说4万块补偿，给了就2清，我拿了钱就走，录音我删掉，以后不会再找你们。如果明天给不了呢？嫂子，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差4万，明天最后一天。4万，你卡里还有多少？不到2000。我这里有3万，明天再去找同事借1万。小兰，那是你的钱。先过了明天再说。明天不给的话，他会把录音发给所有人。我在车上打过的电话，说过的话，他全录了。发了会怎样？债主都会来，以后没人敢跟我合作。喷漆是丢脸，录音是断活路。老赵，我的游戏公司脱手了，3000万，今晚我请客，地方你定。喂，李总，上次你说有个靠谱的司机介绍给我，对，全职的，不是公开车。我这摊子越来越大，需要个人能帮我跑腿，跟着办事，人实在就行，学历不重要。初中学历。是的，沃总，家里穷，供不起，初2就出来了。我念书不行，但开车很稳，从没出过事故。之前在老家给一个建材老板开了2年车，后来他生意不好，不雇人了，就来了厦门。我有 A 照，什么车都能开。结婚了吗？没有呢，对象都没，先挣钱再说。实在，工资4000，管住。公司旁边有个公寓，给你1间，干得好，工资每年都会涨。谢谢沃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别叫沃总，叫我老沃就行。那不行，老板就是老板。老公，今天招到人了吗？招到了，一个小伙子，姓马，叫马小军，初中学历，24岁，看着挺老实，以前在老家给建材老板开过车。初中学历，你确定行？开车又不是做研究。我面试的时候问他结婚没，他说先挣钱再说，实在不绕弯子。1个月给多少？4000，管住。那还行。我跟他说的干得好，每年都涨。小兰，我跟你说，看人这件事，我还是有点自信的。这小子眼睛里有东西，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，是那种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死死抓住不放的那种。你对人总是这样，第一次见就掏心窝子。掏心窝子不好吗？好是好，就怕，算了，来吃饭吧。沃总，高速封了，我们从下面绕，可能要多开2个小时。随你，只要能到家。明天早上9点公司有会，别耽误了。2点了，你回去横睡一会儿，明天8点到楼下就行。好，沃总慢走。
沃总早。我从楼上看这车一直没动，你就在车里睡的吗？回去了，怕睡过头，在车里踏实。小马，这几个月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沃总，跟着您学到很多东西。学到什么了？以前我以为有钱人就是花钱，现在看您谈事情，才知道，有钱人想的是怎么让钱生钱，跟以前那个建材老板完全不一样。他就是有钱就买房子买地，您是有钱就去投资新的东西。观察的挺细，你什么学历来着？初中，沃总您忘了？初中能总结出这个，比很多大学生强。第一年干完，给你涨到6000。沃总，好好干，等我这边稳定了，还会涨。沃总，只要你不赶我走，我绝对不走。我说真的。老沃，全厦门我就敬佩你这种重情义的汉子。今天把这半杯干了，这单2000万的设备采购，我老张不签给别人，就签给你。张总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老沃把心掏出来给你。小刘，倒酒。张总已经把姓沃的灌到7、8成了，酒力差不多了。对，把那份改了账期延长至180天，取消预付款的正式合同打印出来。张总包里那份是备用的，你赶紧找个跑腿送过来，一定要快。你好，快递是我的。好的，先生。沃总，您看张总这么爽快，2000万的单子说给就给。这合同我刚好带来了，条款全是按照您之前的要求拟的。趁着2位老板今天高兴，把字儿一落，明天一早我们公司的预付款直接打到您账上，省得明天再跑一趟了。哈哈，好，小刘办事就是有效率，明天走流程确实麻烦。张总拿我当兄弟，我老沃也绝不含糊。拿笔来，我现在就签。小马，你干什么？出去。沃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张总雅兴。您刚才喝得太急，我要拉在车上了。我刚才去拿，刚好碰见一个跑腿的，给张总助理送了一袋刚打印好的新文件。张总您看，您大老板日理万机，连合同都要临时改，还要助理先打印一份送过来。我寻思着咱们大公司的法务严谨，这刚出炉的合同万一有错别字，别耽误了您和我们沃总的合作。要不让我先拿去外面，帮2位老板对一下条目。老沃，你看看我这助理，办事就是毛躁，肯定是版本拿错了。今天喝得太尽兴了，合同不签了，明天2家法务对接再签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小马，辛苦了，去外面等我，一会儿结束了，开文点。好嘞，沃总您少喝点，我在外面随时盯着。小马，在呢，沃总。今天这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坐在外面等您，看张总的助理小刘出来接电话，神色不对，听他跟手机里的人说要改动条款，后来瞧见跑腿的给他送快递袋子。你一个初中辍学的，心能细到这个地步，老哥今天欠你一个人情。沃总，瞧您说的，我没读过书，但在老家跑运输的时候，见过太多为了赖运费使阴招的，我吃过亏，所以长了记性。我既然给您开车，就得替您把眼睛睁大。好一个替我把眼睛睁大，小马，以后你不仅是我的司机，也是我的贴身助理，以后出去就别坐外面了，老圈子里的那些局，你都给我上桌坐着。小马，来，拿回去给你爸。沃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别废话，你爸喝过茅台没有？没有。那就让他尝尝，你这1年跟着我到处跑，干得不错。开春后工资涨到8000，另外这是年终奖3万。沃总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别我了，回家过年。沃总，我长这么大，除了我爸妈，没人对我这么好过，谢谢您。今天有个供应商的老板私底下给小马送了2箱茅台，想通过他了解我的底线。他收了？没有，他原封不动的拿到公司交给我了，主动承认的。小兰，我看了大半辈子人，这个小伙子，我觉得可以绝对信任。杰克，你对身边的人好，这是你身上最大的优点，但在这个吃人的生意场上，这也是你最大的弱点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把底牌全都亮给他？因为在这个圈子里，99%的人跟你交往都是为了利益，
如果运气好，遇到了那1%的真心，我不能因为害怕看走眼，就把人家推出去。老沃，听说你那个 AI 项目已经被大厂盯上了，估值又翻了几倍吧？透露透露。小钱，比不上刘总手里握着2条矿脉。这位兄弟眼生啊，每次你出来都带着。我的行政助理小马跟了我6年了，手脚干净，脑子灵光，我带他出来见见大世面。小马是吧？来，既然上桌了，走一个。谢谢刘总，今天是我开车，沃总的安全在我的手上，我不能沾一滴酒。老沃，你从哪儿淘来的宝贝？这年头还有这么规矩的年轻人？我招的第一批员工，月薪4000干起，现在我给他2万。刘总，你觉得值不值？太值了！我那司机上个月酒驾把我扔在大马路上，害老子打车回的家。小马，什么时候在老沃这儿干得不顺心了？随时来我公司，开车的岗位空着，我给你开2万5。谢谢刘总抬爱，沃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在这个厦门，除非沃总赶我走，否则我哪也不去。小马，刚才在饭桌上，刘胖子他们聊的那些话，你听懂了多少？回沃总，他们聊的什么？对赌协议、股权稀释，我一个初中生听得一头雾水，但我听懂了今天桌上谁跟谁是一伙的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刘胖子跟您是真交情，虽然说话糙，但没藏心眼。坐我旁边的那个戴眼镜的赵总，每说一句话都要先瞥一眼您的脸色，他公司最近肯定有求于您。至于坐在门口那个穿蓝色西装的老板，全程没说一句话，但走的时候偷偷加了您身边所有人的微信。这种人最阴，不叫的狗，摇尾巴是为了咬人。小马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你像个在清华读了5年 MBA 的管理精英，你一个初中生跟着我跑了几年，看人比那些读了20年书的高材生还准。你不会一辈子给我开车的。等这个 AI 项目落了地，我给你分个部门，你上去做高管。沃总，我将来去哪儿都行，但只要您需要，我永远是您的司机。沃总，您的咖啡，这么多文件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，最近行业有点调控，几个项目的回款比预期的慢了一点，资金周转稍微紧了点，做生意的常态，过2个月就好了。那就好，沃总，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随时开口。好，幸亏还有你在，去忙吧。沃总，上个月我老家来电话，说村里建材厂的老板给手下管仓库的都配了车，说是年薪能拿到30万。是吗？现在时代变了，2万块钱在厦门也就够个日常开销。我跟着您快8年了，工资在第6年涨到2万之后，这都整整2年，动都没动过。沃总，今年年底公司的大项目分红能下来不？小军，最近行业大环境不好，几个大项目得回款都被卡在担保方那边了，资金周转确实紧了点。这2年没给你往上涨，我也记着。再等等，过2个月盘子活了，老哥绝对少不了你的。好嘞，沃总，做生意嘛，有起有落正常。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他还是和前几年一样，习惯在后座抽完烟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跟我说再等等，过2个月就好了。企业倒闭的4个征兆，最后一条最关键。公司倒闭前的4个症状：第一，公司开始烂掉，早有9个信号。一家公司要垮的7个征兆。看来公司是真的不行了，跟着他8年了，第1年4000，第2年6000，第3年8000，直到第6年，他给了我2万。可是第6年涨到2万后，近2年的工资就再也没有变动过。我今年32岁了，他曾经身家几个亿，他亏得起，但我亏不起。我没有第2个8年去陪他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盘活的盘子。还好我平时有录音的习惯，看看能换回点什么。老赵，流动资金全压在里面了，如果解不开，老张的公司首先会受连累，后面还有更可怕的连锁反应。2万块的工资他不涨了，那剩下的我自己来拿。他名下还有多少还没被封的资产，家里还留了多少现金，我都记在手机里。在老家打工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说过，在外面别信任何人。沃总，昨天是发薪日，我看账上还没动静，是不是财务系统那边出什么问题了？小马，正想跟你说这事呢。
这2天西区那个资金担保方突然闹出了点法律纠纷，把公司的流动资金卡在结算行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财务正在跟银行协调，很快就能解决。你跟了我8年，老哥什么时候差过你1分钱？哎呀，沃总，看您说的，我还能不信你吗？我就是每个月得按时把房贷打过去，随口问一句，您先忙您的，很快解决。骗谁呢？抖音里说的真准啊，公司真的要完了，我顶多再给你1个星期，后面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小军，哥们儿今天在车库看见你，好家伙，西装革履，这气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家上市公司的 CEO 呢。阿壮，别瞎吹，什么 CEO？ 我就是给沃总当助理，顺便开车。助理？小军，你跟哥们儿就别在这儿大象装耗子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那老沃的 AI 项目、商会应酬，哪次不是你前后打理？我听别的司机说，连刘胖子那种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，在酒桌上都得高看你一眼，亲自下场挖你。那都是借了沃总的光，人家那是给沃总面子。他算个屁的老板！现在圈子里谁不知道，姓沃的资金链早就快断了，天天拆东墙补西墙，脑袋上悬着一堆法院传票呢。小军啊，听哥一句劝，他愿意拿几个亿去赌，看这趋势九死一生，你完全不用拿你的大好年华陪他一起死啊！沃总以前对我确实不错，不错，1个月给你2万，就把你这个商业奇才当牛做马使唤了8年。你在他身边耳濡目染8年，天天跟身家过亿的老板打交道，你现在看人看项目的眼光，不比那些读了20年书的高材生强100倍。你现在这能力，完全可以自己出来独当一面，凭啥给他当个开车的奴才？兄弟，实话告诉你，哥们儿现在手里正好有个颇天富贵的项目，西区那边有一批内部抵债的建筑钢材，只要咱们现在能吃下来，一转手纯利至少50万起步。建筑钢材？对呀，稳赚不赔，人家急着套现去还债，才便宜了咱们。现在启动资金我拿1半，小军，咱俩是哥们儿，赚钱我不能忘了你。你再出6万入伙，这50万就是我们的第1桶金，以后你也是马总，咱们出门再配个秘书，还用看姓沃的脸色？6万块？怎么？你一个堂堂马助理，2万月薪拿着，连6万块钱都掏不出来？还是说你被姓沃的奴化了，这辈子就甘心当个开车的？谁说我掏不出来？不就是6万块钱吗？老沃反正也快完了，我这8年拿命陪他赌，也算对得起他了。既然他要死，那这最后的6万块钱，就当是他给我的散伙费吧。小马，暖风没开。忘了，车也有点脏了，今天下午要去见刘总，你抽空洗一下。行，下次我洗。沃总，咱们今天说个事儿。什么事？你昨天跟我说账户解封没戏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几个担保方都退了，估计未来一段时间要过苦日子了。那我的工资呢？小军，你先等一等，等我把整个盘活。沃总，上个月工资到今天已经拖了8天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其他钱你可以不给，我的工资你必须给。小军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是掌握你最多秘密的人。过去8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？我问你呢，我对你怎么样？你对我是不错。那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掌握最多秘密，你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告诉你一个事实。你现在所有的信息我都知道，你跟谁借了多少钱，你用什么担保的，你名下还有哪些资产，我全都知道。而且你在车里说的话，我都有录音。小军，我们处了8年，今天你这样说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信我的，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忍你，给你做牛做马，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接你送你，早上6点半，晚上12点，1年365天，随叫随到。我觉得我对得起你给的工资。老弟，你知道吗？你去问问同级别的司机，哪个能拿2万块？我还每年给你假期，给你红包，给你8茅台。那都是我应得的，那些钱你不给我，别人也照样能给我。所以呢？姓沃的，我知道你起不来了，你那个盘不活了，你现在已经资不抵债，我跟着你还有未来吗？所以工资你必须发，另外补偿我2个月工资，一共6万。
我现在卡上真没钱，账户全冻结了。不对，你前2个月还有一个箱子150多万，我亲手帮你搬上去的，那里面全是现金。那笔钱我已经付出去了。你肯定留了，我给你5天时间，工资加补偿6万块，如果不够你会后悔的。到了，滚下去！你以为那2万块就能买断我的一生？你必须赔偿我，赔偿我这8年来的低三下四，赔偿我受尽的憋屈。姓沃的，我要我的尊严。5天，我只给你5天时间，拿不出现金，你就准备用命来平我手里的这本账。小马，上个月的工资2万块，我刚刚先转给你了，你查收一下。我知道剩下的那4万块补偿是你该得的，但老哥现在真的已经砸锅卖铁了，你多宽限老哥几天，行吗？就几天。最近会有一笔进账，一拿到现金，我第一个绝对先转账给你。2万块的工资早就应该给我，4万的补偿款还想跟我拖，现在一堆债主盯着他，再等下去，等法院一封，我还能拿到什么？今天不逼他，明天我就只能认栽。今天难得周末在家陪你，沈兰，那天要是没有你拿给我的那3万块，再加上我自己从小额贷印抠出来的1万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填马小军那个无底洞。那天当面转账给他，他那眼神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马小军拿了钱消停了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好事。不过小额贷那边的利息，你每个月还是要按时还上。你是没看到那个场面，前一秒在咖啡厅里，他还在那拍桌子，瞪着眼，一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架势。可当他手机里弹出银行卡到账4万元的那一瞬间，他那对死鱼眼放光的样子，还有那副立刻松了口气，甚至下意识想跟我客套2句的嘴脸。8年的交情，几千个日子，最后在这1秒钟的转账提示音里，被衡量的1分不差。那一刻我真看清了，什么尊严，什么愤怒，在真金白银面前，不过就是他待价而沽的筹码。不过说真的，现在马小军的事情解决了，公司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公司的几个老客户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把下半年的定金先打过来了。账面上的资金虽然还是紧巴巴的，但好歹算是勉强挺过来了，公司能继续维持下去。你看看这个，咱们以前商会里的老张，他小儿子查出白血病了，大家都在朋友圈里转账捐款呢。老张以前在行业峰会上还帮我们引荐过客户，你打算意思一下吗？不捐了。这可不像你啊，老沃，以前你最看重这些圈子里的人情往来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你都是第一个慷慨解囊的。沈兰，如果是以前，哪怕公司再难，为了面子，为了感情，我一定会大方的甩个几千块过去。但现在我不会了，经历过马小军这件事，我算是活明白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除了家里人，没有谁会在你快死的时候拉你一把。什么圈子，什么交情，在真金白银面前连个屁都不算。我那点同情心，早就和前阵子掉在地上的尊严一起，被我自己踩碎了。我现在得留着每一分钱去还债，去保住这个勉强活过来的公司，去养活我的老婆孩子，别人的死活，我已经管不起了。挺好的，老沃，你总算学会自私了。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